张雨哲，出来！你要干嘛？张宇哲是凶手这件事，你能接受吗？你会亲手逮捕他吗？ 刚才看到那个骆中校反应，肯定有问题。可是他的狐狸尾巴藏得很好，很难拉出来嘞。我也安排人手去监视他，可是我猜他会按兵不动，跟我们斗耐性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他可以不管 Jasmine 的生死，可是我们却是分秒必争。只要 Jasmine 还在他手中，每一刻都有生命危险。你不是说他已经无法控制情绪了吗？可是我刚才看他还是很冷静嘞。那是装出来的，其实他心里已经开始急了。 看什么？你跟我有一样想法吗？你这么认为啊？真的可以吗？在说什么啊？无论身高、体型、气质，都跟那些失踪少女一样，她是骆中校会喜欢的类型。不会有危险的。哎呀，你不是说那家伙这里有问题的吗？我会全程监视他们的行踪。 如果骆中校敢轻举妄动，我可以阻止他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安妮啊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任务要交给你。你知道我最近在查的案件吗？知道啊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我们已经查到一个疑犯，他叫骆中校。我们需要你装扮成他喜欢的女生，接近他，然后从中套出他犯罪证据。没兴趣。这个月零用钱加3倍，找别人做啦。6个月不用做家务啊。做家务比较轻松吧？哎，不要趁机敲诈啊！你说到底有什么条件？就算救了他又有什么意思？反正人到最后还是要死。又说这种话。这个女生叫 Jasmine， 她已经失踪了，很有可能被凶手囚禁。对，每个人都会死的，她也不例外。但绝对不是这么无辜的被害死的。你看一看她档案，才来决定要不要帮我们。 跟你一样。各位，怎么样？吴国胜把手机的 SIM 卡拆除了，我没有办法追踪他的下落。谢谢。怎么样了？吴国胜到底去了哪里？希望他找不到宇哲。
不要再装神弄鬼了！我知道是你杀了书生，你要对付我就冲着我来！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张宇哲！张宇哲！说真的啦，就算你肯帮忙去查那个变态的，也未必救得了这个女孩子啊。所以你不想做也无所谓啦。这个叫 Jasmine 的女生跟我同岁，生日只差2天啊。是啊，可惜了，她明年可能庆祝不了生日了。 我跟你非亲非故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不懂哎，当时我只是觉得，如果你连选择机会都没有，就这样死掉，那不是很可怜？哎呀，就算不是你啊，阿猫阿狗我也同样会救的啦。其实人生那么痛苦，死了不是一了百了。我拼了命把你救回来，你怎么说这种话啊？啊你啊，什么人生大道理我就不懂。但是我总是觉得呢，我们人活着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其实啊，人生还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在等着你，不要整天只想着死嘛。你已经很幸运啦，起码还可以选择要生要死啊。那就惨了。说太多也没有用啊，睡觉吧。唉，大宝姐，条件是3倍零用钱，再加上半年不用做家务。你肯答应啦？
就像你说的，如果他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这样死了，那不是很可惜？哎，早。是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是梅登户要我来负责你今天的早餐啊。他怎么可以随便让人进来的？你刚刚打哈欠的样子还蛮可爱的。你把刚才那幕画面从你脑海里删除掉，不要再提了。小曼，这花送给你的，为我上一次的不合作而道歉。不要以为一束花可以解决问题，我没有那么容易摆平的。那，奥迪，奥迪，好可爱呀！对，奥迪刚过2岁生日，它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，它有礼物要送给你。不要项链，我要奥迪，可以吗？那就要问他愿不愿意喽。跟你开玩笑啦，要不是我不够时间照顾他，我肯定会绑架他的。我这条项链虽然不是很贵重，不过很有历史价值，是我太祖父留传下来的。这条项链是最近很红的情侣项链，你当我没有看广告的？又被你看穿了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暂时没有办法跟你一起戴情侣项链，希望你明白。没关系，我这边有另一条男装项链，你先把2条项链都收起来，当你想戴的时候，把另外一条还给我就行了。老大，你来这里干嘛？我是来道歉的。上一次我说你公私不分，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我有这么小气吗？我才不会跟一个智商低过85的人计较。进来吧。嗨，早，一起吃早餐吧。早餐准备好了。好，来，阿弟吃早餐喽。吃早餐喽，试试看我的厨艺。好。别客气啊，吃多点。来，谢谢。干嘛不吃啊？不喜欢 omelette？ 那我另外做别的早餐给你，你想吃什么？不用了，是我自己没有胃口，你们吃吧。我都说我没生气了，你干嘛这样子啊？吃啦。This is an order。你在家里下命令的。我跟我的同事很熟的，他们知道我在开玩笑，对吗？是啊，我跟老大认识很久了，我们很熟的。哎，味道还行吗？好吃。那吃多点。大包，什么事啊？他答应了。好，马上过去。德伟，回警局叫所有人等候我的指示。不好意思，有事。来，这里交给我吧。好，你们先出去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走了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就是这个形象，肯定会吸引洛中校。海丽姐姐，你很美啊！真的、啊？
你看他们两个就知道了。哇，哎，这个黑脸斑起来蛮漂亮的嘞。别让那些都不能够跟他比哦。对对对，是。哎，你会全程监视他的哈？我会确保他的安全的。那比方说，如果一定要安妮受伤，才能抓到那个变态的，你会怎么做？总之，一切以安妮的安全为主。如果有什么危险，会马上终止行动。你说的啊，如果你做不到啊，你这白骨精啊，连骨头都没得剩。大宝姐，你既然找我帮你，就要对我有信心，不然就拉倒，不要做了。不是对你没有信心，我是担心。总之你自己要小心啊，知道吗？安妮，来，我现在立刻教你几招可以防身的。嗨，现在选哪里来得及？啊，这给你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他敢跟你乱来，你就用这个喷他眼睛喽。你们以为死那么容易吗？而且死对我来说只是停止呼吸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好了，你不要乱说话，可以吗？小心一点啊！哦，哎，看到不对路马上喊啊，大声喊。骆中校是个非常谨慎的人，警觉性相当高，所以我不会在你身上装任何窃听器，以免被他发现。你现在放松一点，不要太紧张。我推测他喜欢的目标是属于温柔型的，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学问。他看上目标的时候，会有一种捕捉猎物的兴奋感。不过你这个猎物绝对不能那么容易就范。我们要挑起他无可抗拒的狩猎欲望，那他就会很容易的上钩了。知道了，还有什么吗？我会一直在这里守着。你进去过后，我这位同事会跟着进去，监视你的动静。你可以进去了，小心一点。啊。去吧，你也小心。谢谢。目标有反应，好，继续帮我留意。大包，什么事啊？哎，情况怎么样了？你要不要我每隔5分钟打给你汇报一次啊？最好是这样啦。到底情况怎么样了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要你跟来，不要再打来了。哎，白骨精。安迪你好，想吃什么包？这里有叉烧包、莲蓉包、涮肉包、奶黄包、客家菜包，最好吃的是大包。你真厉害，这么小就会在这里看店。这是我母亲，她叫杨秋君。不好意思，请问刘十三先生是住在这里吗？是啊，他就住在这里。请问你哪位找他？我姓杨，是刘大清先生的代表律师。来，请坐。请问你找他什么事啊？刘大清先生准备拟定一份新的遗嘱，他决定让刘十三先生成为他的财产继承人。
标开始行动。爱比杀人罪更难隐藏，因为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。我最喜欢莎士比亚这句话：“May I？” 爱情是一朵生长在绝崖边缘的花，想要采摘它，必须有勇气。我已经鼓起莫大的勇气来跟你搭讪。Jonathan， 朱莉，看来你真的很喜欢莎士比亚。我对悲剧情有独钟，因为触动人心的爱情，通常都是悲剧的下场，就好像罗密欧和朱丽叶。完美的爱情让人意志薄弱，不完美的爱情又让人伤心。我已经无法再引用莎士比亚的名句来回答你了，我会的都已经用光了。他会这么好死啊？把财产留给我？哎，那个家伙啊，一毛不拔的。你妈在世的时候，他连给家用都不舍得，会无端端的给你财产。你砍掉我的头啊，我都不会相信的，一定是有什么奸计的。大宝姐啊，我们该去吗？不管他想搞什么鬼，我们都去看看，反正都不会有坏处。你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拿不劳而获的钱财吗？只是叫你去看看，又没有叫你拿。喂，不是说不要财产的吗？还去浪费时间干什么？总之去了再说。13啊，那个家伙对你们两母子，根本就像狗大便一样的臭。现在留了财产给你，拿就对吗？反正你就是他的儿子，哎，继承财产，天公地道啊！啊，哎。杨律师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要你等那么久。没关系，你们决定了没有？我们决定去了。刚才你说需要一个证人，那我当证人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。他们要一起出来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送你去。怎么了？你担心我是坏人呢？我不是担心，我只是害怕。那你害怕什么？我害怕你会想借口把我留下，不让我下车。上车吧。以前我父亲也很爱看莎士比亚的著作。是吗？他收集了莎士比亚的全集，全都是限量版，非常的珍贵。其实我家就在附近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看一看？果然被我猜中了吧？我一直想找个更好的借口来留住你。我想这应该是最好的借口吧。如果我们还有再见面的机会，我会考虑。你在那边让我下好了。谢啦。你最起码留个 email 或电话号码，要不然哪来再见面的机会？如果我们在这里分手，你说重遇的几率有多高？可能是100%，又或者是0。我喜欢这种未知数。拜。
安妮，你先别出来，先留在里面，等候我的指示。哦。刘大清先生所有财产的70%，包括动产和不动产，为新币总值6437万的财物，全部归于儿子刘13先生。此遗嘱在刘大清先生去世后即时生效。6000万。刘大清先生，我需要确认您现在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做的决定。请两位确认一下刘大清先生是否清醒。刘大清，你现在才来后悔啊？太迟了。美云在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对她好一点？她到临死的时候，对你还念念不忘，一直对你死心塌地。我知道，我对不起她。我是真的对不起他。林女士，这些话可以等以后再说。您确定了吧？确定。你看他清醒得不得了啊！刘13先生，在签名之前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件事你要自己做决定了。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什么事？我还要等多久啊？等多一下子吧。嗨，我是来这里碰碰运气，没想到真的是可以再见到你。杨律师，你忙啊？没有。你会赶时间吗？这13也不知道跟刘大清要谈些什么，不好意思啊，浪费你那么多时间。没事，这是我的工作。不知道那个刘大清患了什么绝症哦？是血癌，医生说只有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。3个月啊！哦，不知道人是不是快要死了，所以才会良心发现哦。哎，看来你对刘先生的成见很深。不是成见，是很有意见。你都不知道，他以前对13两母子真的很绝情的。说真的，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没有良心的人。对不起，接个电话。我以前真的把金钱看得太重了，整天都在担心那些儿子会谋夺我的财产，结果搞到众叛亲离，现在连一个儿子都没有留在我身边。这就是报应，不能怪他们。谁叫你这么狠心？
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快死了才想通，钱再多也比不上真情的可贵。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奢求了，我只想常常看见你，和你谈谈天。你儿子这么多，为什么只把财产给我？因为我相信你会是我最好的儿子。从小到大，你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过。我看我长得什么样子，你都不知道。这么肯定我是你好儿子？我的确不了解你，但是我了解你妈。她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是我认识的女人当中对我最好的一个，所以我相信她的儿子将来一定是一个好人。喂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发现吴国胜的尸体，我要马上赶过去案发现场。你叫国光过来，跟你一起监视骆忠孝，随时保持联络。知道了。这屋里的一点一滴都是由我设计的，还可以吧？不错，很有品味。可惜少了些东西。少了什么？太冷了，感觉少了温暖。我带你上楼看看。哇，你有那么多好书啊！我里面还有很多。好书留给爱书的人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这里随时欢迎你。真的好想把他们全部带回去哦。你想喝什么？随便。那你慢慢看。喝橙汁吧。怎么了？你该不会以为我在里面下药吧？当然不是，我不喜欢喝橙汁，给我另一杯吧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死亡时间大概是8小时前。死者身上总共中了3枪，致命那一枪在心脏部位，还有2枪在胸口和大腿。初步断定是被枪击毙死亡。至于具体的情况，我解剖后再向你报道。谢谢你啊。我先走了。到了中。解剖报告出来之后，直接向我汇报。这是高度机密的案件，不能透露给任何人知道，免得外面。OK。是谁放你进来的？致命原因：3枪，1枪命中心脏。凶手枪法这么准确，一定不是普通人做到的。老德忠，我刚刚说了什么？我先走了。是他通知你来的，不关他的事。总之，我负全责。小曼，
我要你马上离开这里。现在又多一个人被杀了，你还坚持不要让我参与调查？这是我的决定，我不需要跟你解释。15年前，你与宇泽是同一组警员，当时一定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也牵涉在内。你不让别人参与，是因为害怕拆穿一些事。你不用胡乱猜测，我没有什么秘密。既然没有秘密，那让我参与，不然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，否则我会向上头汇报这件事。你想知道原因是吗？很简单，因为张宇泽。宇泽又怎么样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们只是朋友，没有别的关系。你不能一直利用这个理由来阻止我的。很快的，我就能找到证据，证明张宇哲就是凶手。什么证据？张宇哲是凶手这件事，你能接受吗？你会亲手逮捕他吗？如果宇泽真的是凶手，我一定会亲手逮捕他的。可是你有什么证据？赛娟，这是在现场找到的弹壳，和我们配枪所用的枪弹型号是一样的。我敢肯定，从吴国胜身上找出的弹头，可以证明是宇泽开的枪。吴国胜的确有亲口告诉我，他要找宇泽报仇。就算是这样，宇泽也没有理由杀死他，他没有杀人动机啊。当时在现场只有2个人，如果宇泽不杀吴国胜，那躺在这里的就是他了。2个只能活1个，这有什么难解释的？那再说，如果宇泽是自卫杀人，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失踪。你到现在还是坚持相信张宇泽？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的。你是要亲眼看到张宇哲开枪杀人才会相信是吗？事实证明，你根本不适合调查这个案件。吴警官，你可以走了。老大，什么事？有件事我需要告诉你，可是这里不方便。刘13先生，你有决定后马上通知我。谢谢你啊，杨律师。不客气。你们要回店吗？我可以送你们。会顺路吗？不好意思嘞。没问题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临时有事不能送你们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自己回去行了。大宝姐啊，你是问我矛盾，不知道应该接受是比财产吗？看起来很烦恼哦，一定有心事。真的很烦啊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走，我们跟去看看。去哪里啊？找我有什么事啊？说。Andrew 他找过我，为什么？他要我监视你，然后向他报告你的行动。他这么做是想阻止我继续查宇泽的案件。你怎么回答他？我答应他了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当时 Andrew 说，如果你继续跟他作对的话，他就会想办法逼你离开警队。我一时着急就答应他了。虽然 Andrew 是我的上司，他要把我弄走没有那么容易的。你呀，真的是智商低过85。我也是之后想到这一点，所以现在才来跟你认罪的。我知道你是因为担心我才会这么做。你明白就好。其实我答应 Andrew 之后，我真的觉得好像在背叛你，真的很痛苦的。其实 Andrew 这么做，更加显示他心里有鬼。你怀疑 Andrew、吴国胜、宇泽，15年前都是同一组的。当时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，导致他们之间有仇恨。
所以张警官就一个一个把我们杀死。你也这么认为？我不知道，不过吴国胜的死绝对跟张警官有关。这不代表他一定是凶手，只是有人一直想把罪名套在他头上。难道是 Andrew？ 没错。德伟，你信任我吗？我什么时候告诉你了？当然信任你了。我肯定 Andrew 一定知道内情，所以我要你假装跟他合作，继续装成还在监视我的行动，这样他不会对你有提防，你就可以暗中套出他秘密了。这样我不是成了双面间谍吗？老大，我就是不喜欢做这种鬼祟的事，所以才向你坦白的。难道你不想查出真相，帮宇泽讨回清白吗？现在吴国胜死了，宇泽下落不明 ，Andrew 是我们唯一的线索，可以帮我们查出当年发生什么事。你的处境正好可以暗中进行调查。好吧。Andrew 是个老狐狸，他不会那么容易被你套出真话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被他看穿。知道了，那我现在就去跟他汇报你的行动。德伟，谢谢你。来嘛，跟我一起玩。想不想更嗨一点？是不是好话？你试一试就知道了。好。喂，什么状况？家里好像在开 party。我看还是打电话给他，看他情况怎样了。哎 ，SMS 就行了，不要引起骆中校的怀疑。